起来了，今天没有500两银子，你别想走。那你就在雪地里躺着吧。沈将军打人了！沈将军欺负民女！起来！要公主抱才能起来。到底怎样你才肯答应退婚？把你们沈府所有的厨子轮流送到我府上，每人给我做3天饭，就当给我过生辰了。胡闹！真小气。那把皇上亲赐你的夜明珠送我做吉比礼。厨子需要自带食材厨具吗？外面传得沸沸扬扬，沈将军凯旋归来，第2日便退了与我自小定下的婚事，转头就跟爹爹的政敌白象家的庶女定了亲。他弃了我这颗宝珠，选了那个绿茶，真是瞎了眼。不过我也懒得理会，闭门不出，在府里吃了1个月的美食。沈府的厨子胜在新鲜，我每顿都能多填半碗饭。渊儿，咱们出门散心去，叫上几个姐妹游街吃酒。何以解忧，唯有喝酒。怎么，这家酒楼不合温小姐胃口？自然是不如沈府的厨子合我胃口。上次的东坡肉可真是色味入家，令我回味无穷呢。我来是要和你说一声，开春我要走了。又去打仗？那敬你一杯吧，新年平安。沈将军，来，咱们那边喝一杯。这家梅花酒不错，要不要尝尝？就你我2人，不必装什么姐妹情深。你就是被沈燕催婚的温之婉？不是啦，人家是在慈哥哥门外衣衫不整、哭哭啼啼的白莲花。你，拿脚后跟想都知道是沈燕慈回来了。拼演技，我还没怕过谁。妹妹喝一口暖暖胃吧，这隆冬的天气，莫要受了寒。莲儿不会喝酒，可姐姐敬莲儿是莲儿的荣幸，莲儿不敢不喝。姐姐盛情难却，莲儿先干为敬。慈哥哥，你千万莫要怪姐姐，都是莲儿不好，都不会喝酒。哎呀，你看这咳的，真叫人心疼。妹妹可是受了风寒，为何连茶和酒的味道都分不清了？完了，说错话了。我才说要让你注意保暖吧。受了风寒，连绿茶的味道都品不出来了。晕了，要是这壶热茶泼到他脸上，他能不叫？我立刻请京城最好的医师给他诊治，外加亲自登门去相府赔罪道歉。温姑娘，你要想清楚，相府的人你动得了吗？新年平安。呸！只会练剑打仗的莽夫，活该被这种白莲骗。明明是杯甜酒，为何这样呛人？皇上派我去边疆打仗。哭什么？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不许胡说。过年了，许个愿吧。当然是希望阿晨在边关能吃饱穿暖，早日平安归来。你呢？我希望能和婉儿一直在一起。沈燕慈，我也喜欢你。等我回来。后来他每次出征前都会对我说这句话，我也每次都乖乖等他。他曾对我说过，此生定不负我。可我如何能料到，盼到大雪纷飞，盼到他凯旋回京，等来的却是一纸退婚书，以及今日他带着别的女人在我面前晃悠。沈燕慈真讨厌，每次都气我，人家都这样了，他还气我。拿到证据了，快马加鞭送入朝廷。这暗格，他还看了里面的2套账本。沈燕慈，你这个狗男人！那姓白的不还没过门呢吗？这就开始帮着人家对付我了。我就知道，男人靠得住，母猪都会上树。婉儿别怕，爹爹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会保护好你们的。我本来没怕，是爹爹不好，没有早一点看清，那小子是会伤我女儿心的。明天爹爹就进宫面圣，你放心，天塌下来有爹爹顶着呢。爹爹喝口水，婉儿不怕，婉儿都听爹爹的。爹爹根本不懂我，我何时听过您的话？沈燕慈能解开暗格，别人自然也能。我早把账本调包了。温府是皇上的私库，更是京城情报中枢。我入宫扛下所有，皇上必不会动温府根基。沈燕慈曾说，待他大胜，便带我入宫请旨赐婚。我也曾盼着他执我之手共入红墙，而今
因他缘故，我终究要独自进宫了。怎么天都亮了？连作案方式都如出一辙，说不定他在我安神香里加的迷药，和我在他茶水里放的迷药，还是从同一家店进的货。我俩这是不约而同睡过了头啊！哟，什么风把沈将军吹来了？我们温家可没有别的秘密值得你出卖了。没事了。账本的事，皇上已经连夜彻查了这桩大案。白香交上去的账本是他本人的字迹，皇上疑他栽赃构陷朝廷命官，下令彻查。怎么可能？那账本明明是我伪造的，怎么会变成白象的字迹？白象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，多年来只手遮天，鱼肉百姓。这一查便查出了许多大案，贪污受贿、买卖官职不说，前年还强抢民女，当街打死了那女子的父兄，最后逼得那女子也投了井。这些事他势力滔天，一向压得死死的，怎么突然……昨夜有人趁着他陷害你父亲被皇上疑心的当口，快马加鞭，把这些年他犯罪的铁证送入了宫中，这才上达天听。如今数罪并罚，白象已经被罢了官、抄了家、落了狱。罄竹难书，死不足惜。所以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个？白家人全都连带着落了难，包括女眷。那你的白脸好妹妹如今怎样了？哦，不对，是未婚妻。不是未婚妻，我已与她退婚。她独自一人拖簪戴罪入宫，想让皇上看在她已有身孕的份上，从轻发落白家。已有身孕？沈燕慈，你个渣男！人家春风得意的时候你就轻薄人家，人家落虐了你就退婚。后来被皇上发现是假孕欺君，但皇上顾及她的名声，并未宣扬，只说让她与白家人一同发配出京。虽说我讨厌他总是挑衅我，但也不觉得他是大奸大恶之人。出京就挺好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我此次来找林姑娘，是想把这个赠与姑娘。是单给我一个人的，还是别的姑娘都有？一直在沈某这里不曾外人手。别人挑剩下的，我可不要。外人？这会儿他就成外人了。相府的大腿抱不住了，又来巴结我，想跟我重修旧好，你想得美。这是什么？结婚请柬，6月18我要成亲了。跟沈府的厨子，最会做东坡肉的那个。你堂堂温府独女，嫁什么厨子？年轻人，我别搞职业歧视。那为何是6月？你就这么着急嫁出去？对啊，我着急吃东坡肉。可你明知道我7月之前回不来。这么说，你不在，我可以借用你沈府的正房拜堂吗？我就当你默认了啊，多谢沈将军。我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我被抢婚了。到了目的地，我发现我真的很佩服那贼人的智商，以至于我不用猜都知道是谁抢的。他把我从去往沈府的路上抢到了沈府，有必要吗？温之婉，你这个女人没有心的吗？亏我从前对你那么好。上次你说沈府的东坡肉好吃，我特意去拜访了京城几家最有名的酒楼，亲自学做东坡肉。结果你竟要嫁给一个厨子，趁我出去打仗成亲也就罢了，明明不愿我参加你的婚礼，还要给我递请帖也就罢了，你还真要在沈府的正房拜堂。我这一路回来，马不停蹄，昼夜不息，跑死了3匹马，就是定不能遂了你的愿。沈燕慈，你是不是记性不大好？当初不是你亲自登门去我家退婚的吗？如今我如你所愿嫁给别人，你又何苦跑来大闹一场？我呢？你了解他吗？他待你好吗？我了解他，他待我极好。哟，新郎官真的回来了。林小姐发喜帖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还在奇怪，这日子定这么紧，沈将军能回来吗？看来还是林小姐了解沈将军啊！恭喜2位百年好合啊！新郎官？对啊，不是你自己说的为我学做东坡肉了吗？所以沈府东坡肉做的最好的厨子是我？还不赶紧去换身衣服，穿成这样跟我成亲吗？让你们试风冷。
婉儿，等我回来。沈燕慈，我嫁妆呢啊？你嫁妆？你问我？8个马车的嫁妆，我的婚前财产，让你抢亲的那队人马撞哪儿去了？哎呦，我这就派人去找。原来你们都串通好了，就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吗？别说是蒙在鼓里，要是找不回我的嫁妆，给你蒙在麻袋里打一顿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3跪9叩首，6声拜，礼成。啊！我这身形为何如此眼熟？这把刀涂了剧毒，见血封喉，很快就能要人性命。你看，就是这么快。沈燕慈，阿慈，沈燕慈，你这个骗子，大骗子！你不是答应我要娶我为妻吗？你不是说要一直跟我在一起吗？你不是答应我以后每年冬天陪我打雪仗吗？你不是说要给我做东坡肉吃吗？你这个负心汉，你别想耍赖！沈燕慈，你起来，你看看我，阿慈呢？阿慈，你看，这是你送我的兔皮。你自从战场上膝盖受伤以后，一到冬天就特别怕冷，所以我给你缝了一副护膝。你看我缝的好不好看？丑死了！你说谁丑？这可是我缝了。缝的丑，哭的也丑。你不是死了吗？你就不能盼你夫君点好？我看你怕当小寡妇，怕的要死。不是，你为啥没死？他不是说见血封喉吗？刚从战场上回来，着急跟你成亲，软甲都没脱，就直接套上了喜服。那你躺地下干啥？他怼我一下子老大劲儿了，我喝多了没站稳，那不就倒了吗？倒了我就寻思躺地上缓缓。多大劲儿啊？有这么大劲儿吗？我让你缓个够，让你躺地上缓缓。哎呦，缓够了，婉儿我错了，婉儿饶命！哎呀，怎么穿着软甲挨打还这么疼啊？所以，你早就知道当初我与他定亲，是他设的计。你当时伤得那么重，连床都下不来，不可能去轻薄人家。你知道我那受伤？不就是因为这个才登门跟我退婚吗？重伤难治，怕我还没过门便要替你守寡。我还以为我装冷酷温装的挺像的，结果在他面前，我所有的伪装都不堪一击。我这夫人可真是有趣。当时我给你撑伞，你是想伸手接过伞来着吧？结果接到一半没力气了，手垂下来就变成了扒拉我。要不是我机灵，顺势躺地下碰瓷，假装被你推倒，你寻思你还能多有面呢？你当时答应退婚答应的那么痛快，我还以为你心里没我了。我心里没你？我心里没你，我能把你全府的厨子都要来？我心里没你，我还花大价钱把京城最好的医师请来，给你的厨子每人上3天药膳培训课。所以你当时大张旗鼓的要沈府的厨子，是为了让他们学着给我做药膳治伤？不然你以为你怎么能仅仅养了1个多月，就能带着新欢出门招摇逛市来气我？所以你替我试吃了1个多月的药膳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沈府的厨子天天给你做东坡肉。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胖了那么多？连着吃了1个多月大补的饭菜，能不胖吗？娘子一点都不胖，以后我天天给娘子做东坡肉吃。给我看看你上次伤哪儿了？都伤成这样了，还要装作没事人一样，顶着风雪去我家退婚。哎呦呦呦，别哭别哭，我这伤已经好了，你就省着点眼泪吧。娘子，你叫我一声相公，我给你看个宝贝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相公，这啥啊？皇上亲赐的夜明珠啊，你不是早就念叨着想要了吗？娘子，你咋好像不惊喜呢？你看这珠多亮。算了，自己选的相公，
凑合着过呗，还能离咋地？我18岁那年蝉鸣鸟叫，我如愿嫁给了我心爱的少年。沈府的厨子在外人眼里是个十分体面的工作，钱多活少，地位高。更何况我还是个厨师长。可是这人人艳羡的工作表面下，有着不为人知的社畜辛酸。比如我的老板沈少爷，总是让我做一些工作之外的事。少爷在外人眼里是出生入死、神勇无边的将军，领兵2年从未败过。可听说这次被丞相贪了军饷，兵器都是残副品，导致死伤惨重。他被人迎面砍了一刀，深可见骨。婉儿的生辰快到了。那日他不知吃了什么吊命的药，冒着大雪强撑着去了温府。新来的小丫鬟感慨这是什么神仙爱情，但我早就习惯了吃这口狗粮。可没想到他此去是为了退婚。厨师长，你安排一下，让府里所有厨子收拾行囊，轮流去温府出差，为期3日。少爷，这出差好是好，能更新被时代潮流抛下，但小的们对您忠心耿耿。再说都已经习惯了做您的口味，怎么能去别人府里给别人做饭呢？废话，出了沈府，上哪儿去找对下人这么好、给钱还多的主子啊？少爷，您不是已经跟温小姐退婚了吗？怎么还把我们派去温府？他不是别人，退婚是因为这次伤得太重，我怕我挺不过去，怕他还没过门就成了小哭精，我可不愿见他哭。我见少爷这么说，便知他此次伤得实在凶险。我赶忙应了差事，这绝不是因为少爷答应我出差加工资。让我进去，凭什么不见我？他沈燕姿是不是瞧不起我？我们少爷真的抱恙在身，不便见客。第2日我正要出发去温府，相府的白小姐就来闹事。少爷交代过，受伤的事必须保密，况且害少爷重伤的就是相府，谁能给他好脸色？沈燕姿，你毁我清白，我不活了！造孽啊！果然，不到半日，相府就传出消息，若少爷不娶这位白小姐，他便要悬梁自尽。出差顺便帮我做个间谍，把这个和温老爷书房暗格里的账本调包，暗格密码是……少爷您说的对，做间谍好，做间谍能锻炼思维能力。但是少爷您就放过小的吧，我就一做饭的，哪是做间谍的料啊！工资翻倍。少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您交代的任务我义不容辞。温府的工作简直是地狱。林小姐请了京城最贵的医师，给我们上1对1药膳速成课，1天理论，2天实践，忙得我脚不沾地。厨师长，你帮我做个间谍。温小姐，我来这儿做的是厨子的工作，不在工作范围内的职责，我一定会保质保量完成，绝不辱使命。学的东西都掌握了吧？回去让你们这批人按着这方子每天给你家少爷做1日3餐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许告诉任何其他人。吃着药膳，少爷半个月就能下床了。1个月后，少爷就能配合相府的演戏，跟碰瓷的白小甲出门逛街了。婉儿的字好丑啊！少爷当初贴招聘启事的时候，可没说工作内容还包括吃狗粮。春节在岗3倍工资。你是不是你给婉儿做东坡肉了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少爷饶命！那是谁？咱们府里到底是谁会做东坡肉？没人给温小姐做啊，她可能是在外面酒楼吃的，记错了吧？教我，认命吧！唉，后来的事儿满城皆知。白象拿着那本调包的账本去告发温府贪污，结果账本其实是白象自己贪墨的铁证。皇上大怒，少爷早就收集了白象通敌叛国的证据，趁机连夜上报，哪怕太后想保也保不住这等罪人。少爷，小的有一事不明，您交给我的那本用来扳倒白象的假账本，怎么会是林相的字迹？您上哪儿找人临摹的？每年春节替温府写春联，又不是白写的，模仿他们家的笔记，早就驾轻就熟了。岁幼相见即相知，年年相守与卿士。